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你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人均寿命也在增长，越来越多的100岁老人，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。现实生活中就有一位这样的长寿老人，他的长寿秘诀值得我们借鉴。这位长寿老人就是杨振宇，他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。100多岁的杨振宇院士，他的精神状态很充沛，有精气神。在长寿方面，杨振宇院士曾经说过，如果想拥有个长寿的体魄，锻炼并不是唯一关键的事情，而是要更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。现代人多少岁算长寿？对于现代的人来说，男性活到80岁以上，女性活到86岁以上就已经算是长寿之人了，已经很有福气。这是根据平均寿命来算的。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地方是香港，香港人均寿命预期83.74岁，女性平均寿命86.58岁，男性是80.91岁。其实在中国，男性的寿命只要超过平均的73岁就算长寿，女性则稍微长些，超过79岁就是长寿了。寿命的决定因素有哪些？遗传因素。如果一个人家族有长寿史，那么此人的长寿几率就会比一般人高一些。如果一个人有家族病史、基因缺陷或者严重疾病的遗传，那么此人后天发病几率也会高一些。环境因素。居住生活地域的水、土、植被、空气等环境因素是决定寿命的第2位因素。许多长寿村白寿老居多，就是因为当地生存环境非常宜居。良好生活方式。决定寿命的因素取决于基因端粒的长度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摄入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饮食，每天进行20分钟的有氧锻炼等方式，可以延长端粒的长度。性格因素。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身体健康。日常生活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身体的健康。杨振宇的长寿秘诀。杨振宇院士针对长寿的秘诀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，表示自己的目标是活到108岁。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长寿的秘诀就是多运动、多喝水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杨振宇院士对健康长寿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秘诀。和谐的家庭关系。杨振宇院士说，和睦的家庭关系对心情的影响很大，只有家庭关系和睦了，做什么事才不会有后顾之忧。在一个家庭中，如果夫妻恩爱，母慈子孝，尊老爱幼，也会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发现疾病，及时治疗。生活中，很多老人发现自己身体可能存在疾病之后，会进行自我安慰或者麻痹自己，不去医院做检查和治疗，最后却耽误了病情，影响到了寿命。杨振宇院士在1997年的时候，在美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够接受这种手术的患者非常少，但正是因为他对疾病的决心和果断，所以为长寿打好了基础。良好的心态。如果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，中枢神经系统会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，久而久之会导致身体出现高血压、精神涣散的情况，还会加重病情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，
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容应对。杨振宇院士在科学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次的难题，但是并没有因此颓废，反而是调整好心态，继续攻克这些难题。4. 不争名夺利。虽然杨振宇在物理学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较高的地位，但他却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。成名后的他与世隔绝，尽管在物理领域有着极高的声誉，年长后却归于平静的生活，不争名夺利。他从没有攀比心，会在极其安逸幸福的环境下生活。这或许就是杨振宇院士能够一直保持长寿的秘诀。4. 几个行为看似正常，实则减寿。1. 长期熬夜。经常晚睡，除了会导致睡眠质量大幅度下降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不良刺激，而且对内分泌的不良影响也相当强烈。2. 不吃早餐。很多人为了控制体重，长时间不吃早餐。不吃早餐也需要有足够的营养提供，通过3餐规律饮食，可以满足身体营养需求，防止营养缺乏，降低抵抗力。长时间不吃早餐会让免疫系统功能降低，还容易损伤胃黏膜，影响肝脏功能。3. 不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过于懒惰，不喜欢运动的话，就会使肌肉过度萎缩，心肺功能也会下降，人体的体力会渐渐降低。另外还会使得血液循环、代谢速度、消化速度减慢，身体当中一些废物和毒素无法快速排出，很容易患上各类疾病。4. 上厕所玩手机。上厕所玩手机或者看书会分散人的注意力，本来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结果半个多小时还没解决，长时间会造成血液循环不畅、血栓形成痔疮。5. 吃肉不吃菜。吃饭是为了让身体得到充足的营养，维持生命活动。餐餐大鱼大肉的人容易导致身体缺乏膳食纤维，不但会导致肥胖，还会加重肝脏和肠道的负担，诱发心血管疾病。5. 健康长寿的老年人有哪些特征？ 1. 爱喝水，水是生命之源，它是长寿的第一要素。人体内各种细胞都需要水才能发挥正常功能，各种代谢的化学反应必须在有水分时才能进行，代谢的废物也需要水分才能排出体外，所以说水是最便宜的长寿药之一。想要让自己寿命加长，就应该多喝水。2. 手脚心温暖。比较长寿和健康的人会有气血充足的表现，可以发现其手脚处于温暖的状态。气血充足是身体保持健康的标志，说明血液循环顺畅，没有血管堵塞、狭窄等情况。3. 排便正常。排便是身体排毒的过程，及时将堆积在肠道内的粪便排出体外，能够更好地维持身体健康，减少毒素垃圾的堆积。规律的排便能够更好地维持肠道健康，调节肠道内循环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由于久坐不运动的原因，经常会出现便秘的问题。老年人便秘可多吃饭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坚持运动锻炼，睡前按摩腹部能够有效地缓解便秘的困扰。4. 体重正常。中年发福似乎是人类正常的规律，而这种现象其实也说明了随着年龄增长，人到了中年之后，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会减弱，此时体内脂肪无法正常代谢，才会导致肥胖出现。若50岁时身体还能够保持正常的体重水平，也说明身体素质是比较好的。
在生活中身体代谢正常，这也是健康长寿的一种标志。总之，如果你也想健康长寿，那我们不妨从此刻开始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。最重要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有助于气色越来越好，更显年轻有活力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